安心感。直接熊抱。对，白石也才知道山原真的没死。杉本が死んでいるのを近くで確認したってアシリパちゃんにもそう言ってたんだぜ。あの野郎が俺を撃ったんだ。隣にいたアシリパさんの父親もキヨラン家と結婚。现在阿斯利帕很危险啊，跟他们两个主谋。哦，卫星。哦，阿西帕一直在伤心啊。哦，对，我也好高兴这一季看到，就是山原他终于露出了一些比较柔和、开心的这种表情吧。就是之前这一季前面这么多苦难，马上要引领到他走到阿西帕的身边了。我也很喜欢山原跟白石的这个再一次的重聚，真的好健全啊，哥俩好的那种。而且此时的白石再一次站在山原面前，已经是一个非常非常就是信赖的伙伴了。どうかしたのか、尾形。いや、なんでもない。それより急がないと。他要瞒着基欧兰克，基欧兰克还没有发觉。氷を積んで風よけにするぞ。流木がある。燃やして温まろう。アシリパ、もっと流木がないかさ。创造单独的机会，天呐，尾行。尾形、こっちにあるぞ。别这样。さっき何かとても重要なことを思い出した。入れ墨の暗号を解く鍵が分かったんじゃないか。不能告诉任何人。俺に教えてくれないのか。ここまで命を張って戦った分の報酬が欲しいだけだ。白石康。并非一样。国を作れるほどの金なんて俺はいらん。独り占めしたところでのんびり暮らせるどころか、自分が新たな争奪戦の中心になりかねん。暗号の解き方を教えてくれれば、アシリパもこの殺し合いから上がりだ。コタンに帰ってばあちゃんに元気な顔。我记得尾行也很珍惜他的奶奶。天呐，别这样！现在的阿西帕已经不再是从前的他了。杉本の足跡はこっちだ。誰かいる。哦，这就是他们的女儿。天哪！但是月岛他是想帮他的，即使他有任务在身。哦，月岛。他怎么会被困在这儿啊？
要回家，他父母那么担心他。哦，月岛还知道这种感觉。月岛，这也是罪犯啊！这就是刚刚抢劫的那个姑娘的。天哪，太多事情发生了。好卫星小小的。じゃあどうしてキロラン家西パから離れたところで聞き出そうとするんだ。アシリバー、どこまで行ったんだあいつら。アシリバー、尾形。哇，他尼嘎基！さっきと同じものだ。所以他听到的是这些，哦，所以他上一集听到的是他们在抢劫那姑娘的时候的枪声。来抓你了！哦。不愧是好哥们儿，都走散了。卫星，哦天哪，哇！我去，惹了不该惹的人。印卡的马当时好像也看到了。アシリパがのっぺらぼうを自分の父親だと確認するのを待って誰かに狙撃させた。ウィルクとの哦，他在试图搅乱阿西帕对基洛兰克的信任，但其实应该就是给他在打暗号。お前がさっき暗号を解く鍵を思い出したからだ。それにはキロラン家の協力が必要と考えたから俺は黙って様子を伺っていた。俺は金塊が手に入れば何だっていいがこれ以上キロラン家と組むのは危険だ。尾行的目的是什么？聞き出せば消されるかもしれんぞ。俺や白石だってその可能性はある。他要挑拨他跟基洛兰克。その女は誰だ？東大にいた夫婦の娘です。何の話だ？そんな女は放っておけ。哇，塔尼嘎基真的猛！哇，瞬间两头野兽。因为尾行时间也很紧迫了。早く聞き出さないと奴に追いつかれる。啊！天呐，基洛兰克！
我都不想他们死啊。当时他戳印卡玛的那个刀，天呐，我不希望他们都别出事儿好吗？啊アシリポさんの教えに助けられちまったぜ。啊！教えてくれ、アシリパ。这阿西帕更起疑了。俺は杉本に頼まれた。杉本。網走監獄で撃たれた二人に近づいたとき、杉本にはまだ意識が。啊？他在乱说。就是说他发小的遗孀。微信怎么这么搞笑啊？一些真话，一些假话掺在一起。他知道要让什么东西让阿西帕动摇。阿西里帕，别这样。帰りたい。杉本はそう言っていた。だからあいつのためにも。他には全部教えてくれ。最後に何か食べたいとか。柿子干吗？言ってなかったか。ああ。他怎么都知道啊？あんこう鍋が食べたい。应该是想吃柿子干，所以他就是瞎讲的。そいつは杉本じゃない。尾形、お前誰の話をしているんだ？哦，阿西私の知っている帕，杉本なら干し柿と答えたはずだ。離せ！啊！哦不，这斜着就冲过来了。哦，这个声音。他做不到贺建那样操控人心。ところでよ、前から気になってたことが一つあるんだ。初めて会った時のこと、俺はよく覚えてるぜ。杉本が俺を殺そうとした時に止めたな。杉本！この近海争奪戦で2つの誓いを立てて清いままでいようとしているアシリパにずっと違和感があった。あの父親から人殺しの心得までは教わらなかったのか。アイヌの偶像も清い必要が。就像俑作何の話だ？领旗的人一定要保持清白。他又想玷污阿西里帕。
他还在想永作，他还在想。道理をやろうか。お前の父親を殺した。他自爆了。还在试图 justify 自己的罪恶感。阿斯利帕，哦不，来了！哦啊！这个笑容，天哪！哦，在吸毒吗？那上面有毒。あの子を人殺しにはさせねえ。お前の死にこれっぽっちも関わらせるもんかよ。哦不！アジリコさん、俺の手を。哦，他们终于。哦，办事也很可爱。他这个时候还在要防止阿西帕不去成为杀人犯，但是卫星他的眼睛。立てるかい。さあ、行こうか。離れない。うん。でもヒロラン家を追わないと。なんかまぶたが物理意义上的起不来了。無理に剥がすとまぶたが破けてしまうぞ。白石！あ、ちょっと来い。どうかした？おしっこかけてくれ。哦，又是像之前李登。おしっこ出るか？白石。膀胱が破裂しそうなほどパンパンだ。哦不！やめろ！又是这种音乐。我真服了，这就是黄金神威，温情不过3秒钟吗？哦，哦不，并非眼泪。天哪！谷垣洞察。誰にやられた？キラ、ランケだ。あの野郎。起き上がるな。あとは俺たちがやる。父だ。奴は深手を負った。行くぞ月島。哇，李登。この銃。尾行的吧？谷垣のだよな。谷垣的。ここから向こうに血が続いています。なんだこの紐は。哦不！来いとしおい
他为了保护李登，他还在担心李登。这个音乐。总是这个动静，李登。我记得他的刀法很独特来着。基洛兰科，我的天哪！不仅是部下，还是保姆。天哪，我好心疼卫星啊，怎么办？虽然他这是他应得的惩罚。这下的话，卫星他也是变成独眼了。我现在认真的在思考，我是不是对独眼或者说是缺胳膊少腿这种角色有一种情有独钟。但是这集真的是太精彩了，就是所有的线索、人物还有情绪都聚在一起，推到了这种剧情的最高潮吧。卫星从最开始就是想去挑拨阿西帕和基洛兰克的关系，让他心生这种质疑，想趁机骗取就是这个地图的钥匙。试过无果之后呢，他又换了一种方法，又就是提起了山原。他知道这是阿西帕的痛点嘛，真真假假的话各掺一半，让阿西帕也差点就相信了卫星。但是我真也非常佩服阿西帕，在他本身还在责怪自己怎么能把重要的事情给忘去之后，想起自己父亲还流了眼泪，并且还在这个风雪中，但是他仍然就是保持他这一份聪慧和敏锐，并没有让自己放下这个防备，马上就是戳破了尾行的这个谎言，并且立马也是展开了对他的一个攻势吧。尾行虽然就是在狙击上面没有什么人能打败了他，没什么人能跟他做对手，但如果是比这种心理操纵的能力的话，他完全是不及他之前长官贺建的1/10。我感觉这集最好品的就是尾行他自己自爆了是自己杀了维鲁克了，我觉得我完全能懂他的动机和他这种心理阴影，就真的能看出来永作的存在，以及就是曾经尾行他亲手杀了永作之后的这种罪恶感，和永作曾经说过的那句话都给尾行带来了如此深远的影响，永远都挥之不去了。这就是永作带给他永远无法释怀的这种罪恶感，包括就是他心里一直残存着对于永作的这个执念，就是不相信世界上有真正清白如此纯洁无瑕的人。可能想如果自己给足了阿西里帕这些理由，他也能刺激阿西里帕杀掉自己。如果真的能做到这一点的话，他就能说服自己，哦，原来如果给足了这种刺激的话，每个人都能背叛自己的信念，就像他当时对永作做的那样。他只是想去证明这些善良纯洁都是假的，才能去多少缓解他内心对于永作的那种负罪感和痛苦吧。我觉得这集真的是补全了就是之前尾行他的那个故事，和他到底就是对永作怀着什么样的一种心情。所以此时阿西帕其实等于说是又触发了尾行长久以来累积压抑的这种罪恶感和创伤，看似是在对阿西里帕进行道德上的操控，但实际上却揭露了欧嘎塔他自己的内心深处的矛盾痛苦。这份执念真的是无法忘怀啊，这简直太美味了。就像尾行他这集所说的，只要有适当的理由就不会被罪恶感所折磨，就真的能看出来他有多么深深的就是牢记住永作的那句话，就是说这世上不会有人杀了人感受不到任何罪恶感的。他就是还是想去试图证明杀人不是那么大的事儿，人人都一样，只要这个理由足够充分足够有刺激性的话，就不用感到愧疚。但是他越是想去证明自己不受这种罪恶感的影响，他就越显得自己内心的这种矛盾和挣扎，就是他的这个心理防线真的就是濒临崩溃的这种状态下，然后正好这一箭射中了他的眼睛，这个时候尾行整个人的脆弱感就是上升到了一个非常全新的高度。山原也真的是惊到我了，1秒都不犹豫，直接去冲上去吸那个尾行的眼睛的毒。能理解山原他非常想要去保全阿西里帕的这种清白，而且更不能让是尾行这样的人玷污了阿西里帕的清白。
但是他的整个动作也太行云流水了吧，就感觉他经常给人吸眼睛的毒一样。山原他真的太可靠了，就是在身边真的是满满的安全感，真的不仅保护了阿西帕就是人身安全，也保护了他，就守护了他内心的这种善良纯洁，而且也正是阿西帕这一份善良纯洁，就是带给了山原这种救赎吧。山原他自己在战场上杀人无数吧，他当然是不希望阿西帕要背负哪怕只是一个人的这种杀人的罪恶感。最后他们3个人的这个重聚真的是看得我心暖暖的，他们分别了1季之久，终于能回到彼此的身边了。除了他们的话，月岛这一集也真的让我非常的动容，就也能看出来他就是人性中温柔深沉的一面吧。自从他救了贺建之后，能看出来他一直是就是以任务为重吧，就是他一直都听命于贺建的种种这个要求。他虽然看上去有点面瘫，但是他从不是一个毫无同理心的人，并且这也联系到他曾经的往事，他是深知这种等待不确定性的痛苦的，他明白这种感觉是多么的折磨人，所以他希望就是他们的女儿至少回去要报一下平安吧，这样也能减少，就是尽可能的减少万一有无辜生命的牺牲呢，就是类似的悲剧再次发生。这一集的这种矛盾冲突实在是太多了，我真的以为要死人了，但是还好还没有，但是我真的很怕之后要死人，而且我又想到瓦西里他到底去哪儿了，就再也没有看到他了，他应该不会就这么一个小角色吧，而且之前射中的是他的嘴，他应该也没死。说真的，就是尾形失去一只眼睛之后，真的就是把他内心这种挣扎和他破碎感的一面就是体现的视觉化了。他又一方面多少我觉得还是渴望着认同感，但是又拒绝被拯救，现在如今这种肉体上的残缺感又进一步放大了他的这种悲剧性。我觉得他每想到自己的眼睛隐隐作痛的时候，他也会再次想到永作，仿佛这道伤就是在不断的提醒他无法再去逃避这种罪恶感，这种残缺和破碎，真的我太喜欢了，太对味儿了。那这一视频到结束啊，我们下次再见了，拜拜。